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？真正能在美股赚到钱的那一群人，从来不是预测最准的，而是坐得住的。每一次大跌，大家都吓到手抖，但反而真正的转折都是在恐慌里长出来。很多人说，等跌深一点再进，等危险过去再进。可笑的是，等你认定危险过去的那一天，其实已经是涨了一大段之后。市场从来不会给你完美的低点，就像没有人会提前告诉你底部已经成立。你以为你在躲风险，其实你在错过未来的收益。你知道过去10年，如果一个普通投资者哪怕只错过美股最好的10天，他的长期回报会直接砍半吗？这不是夸张，这是统计数据，是很多人亲眼却从来不愿意承认的铁事实。你以为错过一次大跌是优势？不，错过大跌的人通常也同时错过了大涨的起点，因为大涨是从怀疑里开始，大跌是从自信里诞生。市场的逻辑从来不是等你准备好才启动，它是反着来的，它在你最慌的时候涨，在你最兴奋的时候跌。所以真正的财富不是在你预测对那一天，而是在你能不能留在场里。这个世界上有一大堆人以为自己玩的是择时，但最后发现自己只是不断反复在认错。你说是不是很荒唐？你说是不是很现实？也许你会问，那是不是只要抱着就好？我告诉你，抱着当然难，难就难在你必须有信念去穿越那些恐慌。如果没有认知的支撑，任何忍耐都只是在硬撑。很多人明明长期看的是美股，说的是大趋势，说的是市场创新，说的是生产力，但只要黑天鹅一来，只要某个经济数字没开好，只要某个地缘冲突突然升温，情绪就当场翻转，市场瞬间变成了人生的敌人。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？明明长期看好，却永远只敢短线留在场里，结果就是每一段真正的大行情，他永远不是参与者，他永远只是旁观者。这世界最悲伤的投资不是亏钱，是错过。因为亏钱至少你真的经历了，你真的证明了这个市场会痛，可错过是你连痛都没有资格感受，只剩懊悔，懊悔再懊悔。你知道吗？长期复利最可怕的不是上涨，是错过上涨。1年错1次，2年错1次，5年错3次，看似小事，最终差距可以拉开好几倍，甚至10倍以上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只差一个动作，把屁股固定在椅子上，可是他就是做不到，因为人性永远在说等更好时机。可是真正的好时机永远是事后才成立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错过大跌你也会错过大涨？因为市场最甜的果肉就在恐慌之后。你在恐慌时离开，你在安稳时回来，那就注定吃不到真正的果肉。到底什么东西支撑了那些真正能坐住的人？为什么同样的波动，他们只是皱眉，而别人却是天崩地裂？答案不是心脏够强，是另外一个比心态更硬的底层逻辑。那个底层逻辑是什么？不是信念这2个字这么肤浅，那太空了，听起来像心灵鸡汤。我说的是一种你能摸得着的现实基础，就是你必须懂得一件极其残酷的规律：短期看情绪，长期看生产力。市场不是用来解梦，是用来承载未来经济实力的。当你明白长期涨幅背后不是情绪，是经济实力，你对波动的感受会直接反过来。你知道长期美股的上涨动力从哪来吗？不是喊口号，是来自那些不断投入科研，不断升级半导体制程，不断优化软件架构，不断降低成本，不断扩展生态的企业。这些东西不是抽象的，它全部反映在现金流，反映在市占率，反映在研发投入的比重上。你有没有认真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企业跌了，也有人敢拼着胆继续往里买？不是他们胆子大，是因为他们看的不是1天2天，是未来20年，谁掌握算力，谁掌握能源效率，谁掌握关键技术路线。那些长期上涨不是走运，是因为世界趋势没有停下，而人根本来不及适应那个速度，所以绝大多数人最后只能变成追涨杀跌的跑龙套。你想想看，
过去10年这种画面出现多少次？每次大跌的时候，大家都喊崩盘，结果呢？过1-2年再回头看，那些当年喊崩的声音现在在哪里？那些说历史将终结的论调，现在连窗口都找不到。可是那些在当年硬着头皮撑过去的人，他不用预测，他不用花巧门，他不用去读短线，他只是坐着，他只是在那里等时间站在自己这边，结果复利就自动把他带过去。你说这是不是残酷？为什么多数人就是不愿相信这种简单的逻辑？因为它太慢。人性不喜欢慢，人性喜欢瞬间逆袭，喜欢戏剧性反转，喜欢一发入魂的暴力。但真正的长期财富不是爽感堆出来的，是耐受堆出来的，是韧性堆出来的，是在别人恐慌时还能保持判断力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细节？每一次市场情绪越崩溃的时候，越接近转折。不是所有转折都是历史大底，但每一次大的上涨都一定是在恐慌之后生出来的。所以错过大跌不是躲过子弹，错过大跌是放弃煎牛排的那段火力。行情不是在上涨时变贵的，是在你害怕的时候变便宜的。可是人为什么就是做不到？因为人觉得等安全一点再进场比较有掌控感，但市场上最安全的价格往往已经不便宜了。你想一下是不是这样？当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的时候，你敢丢钱进去吗？那个时候你的内心很舒适，可是那个舒适本质上是市场已经涨了一大段以后给你的。但真正赚钱的动作从来不是安全感带来的，而是你敢在恐慌中站稳自己的逻辑。可是多数人没逻辑，所以他只能靠情绪，情绪一慌他就跑，跑完之后看涨了他又冲回来，那不是操作，那是自虐。市场不是考谁天赋高，是考谁能做反人性的决定。只是光知道反人性没用，你要知道为什么人性会被带着跑。我要说的就是普通投资者从来没意识到的隐形力量，它左右了所有情绪，它每次都在背后操控你，几乎没有人逃得掉。那个隐形力量是什么？不是智商，不是资讯，而是对亏损的厌恶程度。这东西比贪婪还狠，它根本不是思考出来的，而是身体性的，是写在基因里的。人可以承受没赚到，但很难承受亏到。亏钱就像被扒掉一层皮，你理性再高，一看到账户红字，心跳会加快，思绪会乱掉，你的判断会从逻辑瞬间变成逃命。这不是你弱，这是所有人的大脑结构都一样。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更恐怖的细节？市场就是靠这个机制把人洗掉的。越是最容易让你恐慌的时候，恰好越接近低点；越是涨了一大段，开始让你幻想未来无敌的时候，恰好越靠近风险的临界。市场不是涨给你赚，是涨给你追；跌不是跌给你逃，是跌给你卖。真正赚大钱的人不是预测家，是那个在恐慌阶段还能坐住的人。为什么坐住就变得这么关键？因为美股几十年来涨幅最惊人的年份，往往都加在那些最恐慌的月份之后。你错过那几个月，等于你把吃大餐的部分切掉，剩下的都是碎肉边角。然后你还在那边告诉自己，至少我没亏钱。结果你回头看你的资产曲线，你会发现没有亏钱也不一定等于有赚钱。只要理解这一点，你才能明白，短期波动不是敌人，短期波动是过滤器，它把不愿承受痛苦的人全部淘汰掉，让耐性足够的人最后分配到大部分成果。而你说为什么那么多人懂这个逻辑却还是做不到？因为市场不是考你懂不懂，而是考你信不信，忍不忍，扛不扛。绝大多数人以为自己买的是股票，但其实买的都是情绪，他们买的是一种想象，一旦想象破掉，他们就逃命，一逃命就错过。你知道真正的高手怎么看待那种暴跌吗？他当然也痛，但他的痛不是世界要毁灭的痛，是机会来了我得撑住的痛。两种痛不一样，所以结局不一样。一个是恐惧带来的痛，一个是理性压住恐惧后的痛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
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表面都是心痛，可是差在痛的意义。为什么同一只美国科技股，有人赚3倍，有人赔30%？明明是同一家公司，明明数据一样，趋势一样，未来愿景一样，为什么彼此的结果判若两人？答案在这里，有人拿得住，有人拿不住。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粗暴。你以为市场考的是选股能力，其实市场考的是你撑多久。同一只股票，有人买在100，卖在150，有人买110路撑到300、400，他没比较会选，他只是比别人多活在市场内3年。3年就能决定天与地。你知道吗？美股过去20年最猛的涨幅全部集中在区几十天里，如果你刚好那几十天不在场，你的报酬直接被砍掉半条命。很多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长期，可是跌个15%就受不了，跌个20%就崩掉，然后等涨回原点时又自以为自己没亏钱。他不知道的是，那段上涨不是恢复，那段上涨是高速公路起飞，它不是回本，它是错过，本质完全不一样。真正长期会赢的人，他不是因为特别聪明，是因为他特别坚持自己的底层逻辑。他知道眼前情绪不是最终结果，他知道只要没离场，他就没死，他知道复利是偏袒那些能留着的人。可是你想，为什么大家都懂，却没人做到？因为多数人心里那把忍耐剂根本撑不到回报真正绽放的那一天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人抗到第7个月、第8个月、第9个月，他已经快受不了了。他觉得市场在折磨他，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，他以为退出是一种止痛，结果退出其实是一种截断未来。最吊诡的是，大涨的第一击往往就在你受不了那1-2个月后开始，而这个人就刚好在那1-2个月前离开，结局就这样被决定了，不是技术，不是智慧，不是阅读量，而是耐受阈值。你注意，我在前面说了反人性，但现在我要讲更深的一层，才是普通人一辈子不会察觉的关键。如果说错过大跌会错过大涨，是因为人性害怕亏损，那为什么人性在关键时刻总是选择错误？因为他脑中没有一个更深的坐标，他不知道自己在赌什么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在场里，他只是被价格牵着跑。而真正能撑住的人有一个底层理解，他的信念不是宗教，是事实，是数据，是长期世界的真实轨迹，是未来增长的现实动力。所谓站在正确位置，不是把自己变成预测者，而是把自己绑在长期生产力增长那一条轨道上。你要知道，市场每一次真正的大周期上涨都不是凭空来的，它背后都有实实在在的产业重构，有现金流暴涨的公司，有技术路线突破瓶颈，有算力成本被压低的转折点，这些才是推动资产价格长期爆发的主因。而普通人永远盯着新闻标题，盯着哪一天央行讲话变调，盯着哪一周某个数据略微下滑，他把自己的人生交给每一根红绿 K 线。可那些真正的长期上涨，其实是来自那些推动世界效率向上爬升的企业。你有没有注意，一个产业只要一旦跨过关键节点，它就不只是涨一点点，而是翻倍再翻倍，整个估值区间都会被重估，因为市场看到的是未来10年、15年的现金流，不是线性，是阶梯式跳升。很多人说这些听起来很抽象，但其实一点都不抽象。你看这几年哪些领域爆发？半导体、人工智能、自动驾驶、电力效率、能源管理、数据中心扩容、医疗科技延展寿命，这些不是梦，是每一天都在现实发生的工程。而这些工程落地之后，会变成更大的产值，会变成更多的利润，会变成更高的市值，最后累积成投资者的账户数字，而不是公告里的文字。可是多数人只在价格波动时紧张，却从不去理解为什么涨。他只是看到跌，就把未来当成不成立。可是你想清楚，逻辑和价格谁先？当然是逻辑先。
价格只是那个逻辑落实之后的呈现。一个真正能拿住的人，他不是瞎挺，他是搞懂背后的推动力，所以他才坐得住。他不是麻木，他是清醒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怕波动吗？因为他知道自己拥有什么，他把自己不是交给价格，而是交给趋势。这个差别大到可以决定人生财富的天花板。你也许会说，那这样是不是代表长期永远赢？不，长期也会输。如果选错赛道、选错企业、选错方向，一样会输。可是我们现在谈的不是选股技巧，我们谈的是错过大跌你也会错过大涨这个核心底层。这个底层是在告诉你，你只要不在恐慌时离场，你至少保留参与下一个大波段的资格，而这个资格就是决胜点。就像进入球赛，你会不会赢不一定，但你得先活在场上，不能中途自己走掉。这还没结束，因为还有一个更残酷的东西被大多数人忽略，那就是越是市场波动越大，人类越倾向把短期当全部，把3个月当全部，把6个月当全部。可是对长期的世界来说，3个月根本连灰尘都算不上。3个月是什么？3个月是情绪，3个月是波动，3个月是针尖上的混乱，但10年是什么？10年是科技路线的成熟，是强者集中，是弱者退出，是产业壁垒越来越厚，是赢家越赢越大，是资本越来越倾向于效率更高的方向。你说市场难不难？当然难，可难不是因为逻辑难，是因为你得忍得住那种明明价格掉下去，但未来逻辑还没死的时候。这个时间差是把人磨碎的刀。你明明知道某个产业长期不会停，你明明知道技术还在推进，可价格再跌，你的心就慌。你的紧张不是因为逻辑变了，是因为数字变丑了。然后你就怀疑到最后动手卖。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戏码？一卖完之后，行情开始拉，就像市场专门在跟人开玩笑一样。可市场没在开玩笑，那是人性在割自己。市场从头到尾都没有针对任何人，它只是一直往长期效率更高的方向移动，只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到那个方向揭晓之前的波动，所以中途自己把自己淘汰。所以我说错过大跌其实是错过大涨，因为大涨不是从希望里冒出来的，大涨是从绝望里长出来的。绝望会带走弱者，留下能承受痛的人。那种行情不是新闻标题会出现的，是盘面突然安静下来，是卖压越杀越淡，是利空越打越不跌，是没人敢动的那种死气沉沉底部。然后某一天开始，那种力量慢慢浮起来，一根一根红 K 不是激情，是市场把真正的强势往外推。你想看真正的转折，不是看宏观预测，是看市场恐慌到极致后再也杀不下去的那一刻。而那一刻几乎所有人都在怀疑真实，只有极少人会在怀疑里继续站着。那你说下一句更狠的是什么？更狠的是，真正的长期利润不是你找到哪一只股票赚来的，是你没离开市场赚来的。你离开，你就没资格参与，你离开，你就自动退出抽奖池。你没游戏资格，哪来的胜利？可是大多数人自以为自己在躲风险，其实他在放弃回报，他拿心里舒服交换长期财富，然后他还说自己聪明，他还说自己保守。其实没有更冒险的事情，比长期不富却还以为自己很安全。那句重锤就是：长期不是信仰，长期是统计。你愿不愿意相信无所谓，统计长期都摆在那里，谁参与，谁退出，谁做满周期，谁中途放弃，这些不是意见，这是现实。市场不会因为你觉得害怕就放慢脚步，也不会因为你觉得不公平就改变方向。长期上升的那条曲线根本不是温柔的，它是锯齿状往上拉升，它像一条充满针刺的绳子，你抓着会痛，但只要你不放开，它会把你往上提。多数人就是因为那每一次刺痛就松手，然后他们就永远回不到那根绳子上。当他再想抓，那根绳子已经在更高楼层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资产越滚越大吗？
不是他每一次都买在最低，是他留在游戏里，他一次又一次承受那个痛感，承受到后来那根绳子把他带到另一个高度，而旁边看不到这一切的人还在纠结前2个月跌了15%，有什么好纠结？那个15%就是把弱者甩下车的门槛。所以你要明白，错过大跌你就错过大涨，因为大涨从来不是等到局势明朗才开始，大涨是从混乱中启动，是从怀疑里启动，是在所有人都认为还会跌的时候开始启动。而一种最讽刺的循环是什么？每次市场开始涨的时候，绝大多数人不相信，等涨到大家都觉得安全了，已经变成半山腰了，那时候你才问自己，现在进来会不会太晚？你有没有发现这问题永远都问不完？因为你每一次都站在我应该等等的那个位置。你等安全感，市场等的是效率；你等情绪舒适，市场等的是估值合理。一旦估值合理，逻辑没坏，产业成长还在继续，价格迟早就是要反转往上走。而你只要离场，你就一定看不到那个反转。现在我们要问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了，那到底怎样才算真的长期？很多人以为1年2年叫长期，那只是中短期而已。真正的长期是5年10年，是世界产业变化真的落地，是企业优势真的撑出护城河，是规模效应真的压缩竞争者，是资本最终全部选择效率最高的地方。你以为市场是混乱的？不，市场是残酷地、精准地不断强化赢家优势的机器。你只要能活在这条机器里，你就会被往前推。而这一切成立的前提只有一个，你不能自己跳车。所以你现在回头看整件事，你会突然秒懂，市场根本从来不是奖励那些躲风险的人，市场奖励的是那些撑过风险还继续站在场上的人。你觉得坐着不动是冒险？其实最冒险的是永远把自己停在场外，然后妄想未来有一天市场会发邀请函请你回来。没有这种事，市场不欠任何人第2次机会，它只奖励那些没离席的。你怕亏，所以你离开；你离开，所以你错过；你错过，所以你后悔；你后悔，所以你变得更怕；你更怕，所以你更不敢回来。最后，你不是输在行情，而是输在那一段你以为自己在保护自己的那几个月。保护变伤害，防御变封印，所有人以为自己在避开风险，最后却避开了财富。错过大跌就是错过大涨，不是因为跌跟涨是连体婴，而是因为只有穿越黑夜的人才有资格看到天亮。市场从不需要你每次都看对，它只需要你一次又一次，不要把自己提前下车。你不需要预测，你只需要不逃跑。因为真正改变人生的不是那一天的高低点，而是你有没有在那一天还活在市场里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